所以我选择了4万啊，底池57500，这大约是2/3。然后呢，这个时候 hijack 位的玩家他竟然很快的就 all in 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令我最痛苦的状况。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想要一同参加 APT 亚洲巡回赛台北站的朋友们有机会喽 ！Natural 为大家举办的线上卫星赛，又有机会获得价值$1650的主赛事资格。赛事总奖池高达$100万，连续4个周日的晚上8点，一共保底50个席位，赶快登录 Nature 跟我一起晋级主赛事吧 ！APT 亚洲巡回赛，我们台北站见。好啊，接下来这手牌呢，非常的痛苦啊，跟大家讲也是一个什么状况啊？首先呢是在一个1500、3000的盲注级别，然后呢 hijack 位的对手呢，他有25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6500。然后呢，我在大盲位，我有大约接近17万的筹码量，我有90红桃啊，选择了跟注。翻牌是 Q15彩虹面啊，底池17500，然后这时候我选择过牌，对手选择下注5000啊，大约是低于1/3。那我们这边的这个中队呢，会是一个很明显的跟注啊，我们的任何的对子、任何的双头顺啊、任何的卡顺都会继续，所以我们选择了跟注。啊，转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4，然后呢底池27500，我选择过牌，然后呢对手又再选择了下注15000啊，就大约是半个底池多一点。那我们这边的中队呢，我觉得会是一个还是必须要跟注的状况。那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是中了一个底队，比如说5的对子。那我在转牌可能就会弃牌，那更不要讲啊中队以上啊，比如包括顶队呢，我们就是一个很明确的继续跟注的一个范围。然后呢，选择了跟注啊，合牌来了一张10啊，非常好，我们中了3条。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策略可以做决定了，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合牌会不会有领先的策略呢？我觉得会有哦，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呢，我们的跟注的范围里面呢，跟注2次，我们潜在的这个10的组合呢，会比对手多啊。当然，对手还是有机会拿一些 K10、A10翻牌下注、转牌下注，然后合牌过牌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对手并不是说一定不会有10，但是以整体的范围来说呢，我的10对不对？一定是 check call 2次，那对手有可能会在翻牌或者转牌考虑过牌1次哦。所以以一个整体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我的10是比较多的，再加上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对手的 AAKK 甚至是 Ace Queen 甚至是 Queen Jack King Queen 都不会在合牌下注，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些手牌都会跟注。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嘛，他们会跟注，但是不会价值下注。那也就是说，合牌很有可能会是一个2方都过牌，然后呢，让我一个少赢的状况。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主动下注的策略。那我们这边除了主动下注一个，比如说3条10或者是 full house 更好的手牌，当然呢，我们的手牌里面也可以有炸胡。那我觉得最明确的炸胡就是什么？双头顺的听牌，比如说 KJ 不同花、J9 同花或 J9 不同花之类的这种双头顺，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合理啊。我们翻牌会跟注，我们转牌会跟注，然后我们合牌啊没有对子，选择炸胡。所以我觉得我的价值下注跟炸胡的组成呢，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合牌啊底池57500，然后我选择了一个下注。那我认为呢，我们这边下注尺寸应该都会选比较大一点，因为如果我告诉他我要么就是3条，要不然就是炸胡，那我觉得这个下注尺寸呢应该会是大于半个底池。所以我选择了4万啊，底池57500，这大约是2/3。然后呢，这个时候 hijack 位的玩家他竟然很快的就 all in 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令我最痛苦的状况，就是说，其实我的范围里面很有可能就有3条10，那你觉得他在炸胡我的机会有多少？那以我实际赛想法，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我觉得不会有炸胡。我觉得他今天能够 all in 的牌，要么就是 full house， 要么就是10带更好的踢脚。我觉得最明显大概就是 A10啊，可能 K10，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范围。那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就我们要不要跟注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牌就是只赢炸胡。那我们就要问说，请问他这边的炸胡的组合有什么？我觉得他如果今天是 KJ 或者是 J9 同花，我觉得他的合牌呢绝对没有这么厉害啊，敢这样子的 all in 炸胡，想要把我的3条10给打盖。所以我觉得这手牌其实蛮难的。然后以理论上来说，我觉得
你放在电脑里面，电脑一定会告诉你这个3条石必须要跟住。但实际上的问题就在于说，电脑会假设这个炸虎是够多的情况下，但我觉得就是说以现场的玩家，炸虎就是永远都太少。又或者是说我今天可以考虑只跟住，比如说更好的石，比如说 A 石跟 K 石，我觉得我应该会跟住，原因是因为我还赢一些石的组合。然后当然我如果是 Full House 更好的手牌呢，当然也会跟住。所以我觉得这手牌蛮痛苦的。然后刚好10带一个踢脚9。所以我当下呢想了一下之后呢，我还是非常的痛苦，然后选择了弃牌。好，所以呢这把牌呢让我的筹码量掉到了大约剩下96000左右。好，下一手牌呢是在这个2000、4000的盲注级别。我在 UTG 我有11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3 红桃。然后呢，我觉得这手牌呢，在这个位置是一个最边缘的加注手牌范围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选择加注到8000小盲位的玩家有25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也有25万的筹码量，也选择跟注。然后呢，翻牌呢是 A88。2张梅花，1张黑桃，底池28000。然后小盲位过牌，大盲位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到我。那我们就说了，如果说今天只有大盲位，那我认为这个手牌呢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持续下注。但是呢因为小盲位进来，其实小盲位的范围呢其实会有很多，比如说 A10 AJ KQ KJ 这一些 A 的手牌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多人底池的状况呢，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过牌范围。然后呢，最适合的手牌呢就是像我这种很弱的 A， 好吗？就是一个摊牌价值的一个 A。那我觉得考虑打一个比较保守的策略在转牌或者在合牌下注就好了。然后呢，再翻牌就选择一个过牌。好，所以呢，3位玩家都过牌转牌呢是1张黑桃5，变成是2张梅花2张黑桃。然后呢，底池一样是28000。然后呢，一样这逻辑是一样的盲注位过牌了之后呢，我觉得我的手牌在过牌之后呢，很有可能会面临到盲注位的炸虎。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状况，所以呢，我又选择了过牌。那合牌是1张9。是1张9，那也不是黑桃，也不是梅花，但就是1张9当然，如果是今天是6、7就成顺。但我认为6、7的组合呢，应该是只有在大盲位才会有小盲位可能会有6、7同花，但是以整体的范围来说呢，这是少之又少这时候底池28000，然后呢小盲位下注28000他直接给我下了一个底池。好，这个时候呢大盲位弃牌就到我。那我的手牌其实就是一个很明确嘛，就是我们过牌2次就为了这什么，就是要抓炸虎。那人家好不容易炸了一个28000，对不对？假设他真的有3条，他真的有顺子，他真的有比我大的 A， 那我也必须要支付。但是其实我潜在赢超多手牌，比如说10J 同花、QJ 同花、KQ 不同花、KJ 不同花，就太多手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们过牌2次就是为了要跟注。好，所以呢，我选择了跟注之后呢，看到了小盲位开了一个 KJ 不同花，就是一个炸虎。所以呢，这把牌赢下了一个还不错的底池如果我下注，我在猜应该2位玩家都没办法跟注。下一手牌呢是什么状况呢？是我们有20万的筹码量非常的不错，快要回到起始筹码。我们有2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3 梅花。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在bottom位，那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加注，我选择加注到15000，也就是3个大盲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大盲位只有23000，它只有接近4个大盲，所以呢，我决定加注一个尺寸，就是让他觉得就是他要么就是 all in 或是弃牌。我不希望我加注最小加注，然后他又跟注看了一个翻牌，然后做一些奇怪的动作。但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决策没有差太多，所以呢，我选择了加注了15000。那当然大盲位他就 all in，那当然我就跟注大盲位竟然是 AK 所以呢，就是我的 A3呢就输给他的 AK， 但是无所谓输4个大盲而已。好，下一手牌呢也是一个翻牌前all in的状况，就是这个短筹码呢，它又是在3000、6000的情况下，它又剩下了32000。这个时候呢，他在 CO 位选择了 all in 选择了全下。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在大盲位，但是这手牌一个特别的状况是什么？bottom位不在。也就是说，我们原本认为它是在 CO 位 all in， 但实际上我们要把它视为是在 bottom 位的 all in。原因是因为 bottom 位不在，所以呢，它 all in 的范围呢会更宽，因为它只需要通过小盲跟大盲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当然不管怎么样啦，我的范围，我的手牌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我有 QJ 不同花5个大盲面对一个可以视为bottom 位的 all in那很明确的跟注。然后呢，
这个 CO 位的对手是 A7 不同花，所以呢，我又输了一个3万的底池啊，应该说我输了3万的筹码量给这位短筹码的玩家。下一手牌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底池的一个状况，它是一个翻牌前 all in 的状况。还有什么状况呢？是在盲注3000、6000，然后呢，这个时候弃牌到小盲位，他的筹码量比我多。他选择了直接 all in， 然后呢，我在大盲位我有13万的筹码量，然后我有 A4 不同花。那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要先想的就是他有什么手牌可以选择 all in。那这位玩家呢，其实我认识他，为什么认识他呢？因为这位对手呢，就是线上金手链单挑输给我的那一位玩家。那我们在线上跟现场其实蛮常打一些比赛。所以呢，我知道他算是一个会打牌的玩家。那我认为他的预设范围呢，会是走到一个接近电脑的策略，也就是说，20个大盲他会推的手牌啊，他就会推。那我当然会把这个顶端的范围从他的范围上移除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如果认为他如果是JJ 以上的对子，他绝对不会直接 all in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是一些10以下的对子直接 all in， 或者是说一些什么 A10、AJ 同花，或者是甚至是很多同花10J、Q10、QJ、KJ 任何的同花的 KQJ10的手牌都可以直接 all in 20个大盲。那以这样子的范围来说呢，我认为我今天如果是同花 A 都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如果说是不同花的 A 的话，我觉得 A5以上应该也是一个蛮明确。那我认为 A4跟 A5应该算是一个很接近，然后 A2跟 A3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那我可能会考虑直接弃牌 A2，原因是因为 A2算是一个最烂的 A 我觉得就是单纯就是这样的状况。那我们还要考虑到，假设我今天拿 A2的时候，对方有22的机会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拿 A4，对方如果是2233，对不对？我都还不会绕太糟，对不对？实际上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那就是说实话，这个角色当然是蛮难的。如果我今天是 A8，一秒就跟了，而是因为我今天是 A4、A5，我觉得比较尴尬一点。所以我想了一下之后呢，我非常明确的知道他很大的对子，他绝对不会直接 all in。我甚至认为他有很多的 A10、AJ、AQ， 他也不会直接 all in。所以变成是他直接的 all in 的范围呢，会是一个更弱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是 K10 不同花、10J 不同花，然后90同花，我觉得比较偏向是这样子然后呢，当下我选择了跟注。就是抓找，然后呢，我看到他的底牌它是一对3，然后我是 A4，所以就是一个50-50的状况。然后呢，翻牌呢直接就一张3所以呢我就挂了。然后呢，我就去重买。重买呢，这个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呢，盲注大约是4000、8000，然后同时呢，因为这场赛事实际上的总报名人次只有10个人次。然后呢，注册也差不多要关报名了，所以呢，就直接进到了决赛桌。决赛桌是一个7人桌的状况就进到决赛桌只剩下7名玩家，然后呢，只有前3名玩家才有钱，所以就是一个决赛桌但是没有钱的状况。这手牌的状况呢，就是我有接近40万的筹码量。然后呢，我在这个 low 价位选择加注一个 KJ 不同花，我选择加注到16000，然后 bottom 位的玩家有25万的筹码量选择跟注，大盲位也有70筹码25万的筹码量也选择跟注，这是一个3人底池，翻牌是 J52， 2张黑桃，然后底池6万，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盲注位选择过牌，到我。我们就说了这边的话，我们下注是什么下注就是顶对以上价值下注，跟有正门花跟后门花的这些听牌配合的炸胡。所以呢，我觉得这手牌呢，当然过牌也可以，价值下注也可以所以呢，我当下呢选择了下注下注2万大约是1/3。这个时候呢，bottom 位的玩家弃牌，然后呢大盲位的玩家跟注，转牌是一张 A 不是黑桃的 A 一张 A， 然后呢底池10万。这个时候呢，大盲位过牌，那我认为我这边的话可以考虑再下注，但我觉得过牌当然也是 OK 当然大盲位还是会有一些 A 的范围但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 A 的手牌更明确的价值下注，那我觉得我今天是一个比较弱一点的 K 我觉得都可以。那我当下选择了过牌合牌是一张6。然后这个时候大盲位选择下注7万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太顶端的范围，再加上大盲位的范围很宽，就会有一些随机的炸胡，任何的黑桃，对不对？任何的36什么卡顺46没有中，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明确46有合牌有中对子但是我的意思是翻牌的卡顺或者是到合牌就中一个对子，我觉得他都有机会做一些随机的炸胡，尤其是这种2张黑桃
啊，我觉得是更明确。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手牌范围，不管是有 A 或是有 K， 哦，这是一个相当顶端的范围，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好，所以呢，我选择了跟注啊。我看到了一个对方的手牌呢是 A4不同花，也就是他翻牌是一个 A 猜带一个卡顺，然后转牌中了一个 A 的对子，然后合牌的价值下注。那我觉得他的策略当然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他就是对，就是他就下注，然后我就跟注，然后我就输了一个底池。玩家有任何手牌的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欢迎到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尽量附上越多资讯越好。然后我们会不定期的从这些手牌里面挑选一些有趣的手牌，制作成影片来回复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大家拜拜。